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美田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国会三哥陈柏惟，大家好 ，Thank you。好，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那从美国访问风尘仆仆的回来了 ，OK， 回来当然，那在过程当中，包括到底见到了谁，第一个大家会非常想知道。那还有媒体在特别讨论说没见到谁，也是大家想要讨论观察的一个重点。那另外，当然在过程当中，除了国民党有一直在讲说见到该见的人，说了想说的话，而且呢让美方听到了不同的一些声音，但是不会的，在过程当中，第一个是不是有降级一些的问题？第二个，那当然另外就是看到。在现场的时候，在演说的现场提问的过程当中，有人提问了以后，那个内容不管你说问什么样一些的问题，但是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大家在台湾其实也习惯了，你总是会有人，你叫他踢馆也可以，你叫他发表不同意见也可以，但是最后的结果，那大家看到了，就是有人被拖走，类似像这样的一些画面，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的情形？对郑丽文主席来讲的话，这次访问，那成果是不是可能在这两天？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呢，那媒体堵麦呢，当然没有发表什么样一些看法，只说了谢谢。那后面会举行记者会，告诉大家这样一些成果吗？大家一定会想知道这些。但这个过程，来一下，是你看到这所有的，因为郑丽文回来是低调，没错，对 ，OK， 那也没有讲很多。那当然你说风尘仆仆的回来，但大家会特别关心的就是这次访美不是开始的时候讲了很多吗？没错。那现在呢？连中国时报都说，这次郑丽文访美叫开高走低结果我要讲的是，其实是在中国开高。在美国走低在美国从来没有高过美国的场面，不管是在乔宴也好，或者刚才讲的演说也好，都会有这些类似的亲中跟所谓的护台这些言论上面的冲突嘛。所以跟美国官员的接触其实是没有很高层级嘛，而且他一开始很高调说我要见到川普嘛，结果没有见到川普就算了，连一般来讲的副助理国务卿一般所谓的政党的领袖以前朱立伦也好，蔡英文也好，以政党领袖去美国访问，至少都会见到副助理国务卿嘛。这个层级连降3级，只见到所谓的科室层级的成员如果跟副助理国务卿相比叫做连降3级嘛，但是你一开始就要见川普川普跟这个科员叫连降7级。所以整个来讲，他对于所谓的美国的访问，除了跟侨界的互动以外，其实对于美国官方的互动来讲是非常少的。而且他从中间的过程他还找了3家有名的公关公司帮忙排行程，跟花费不少的这些所谓的公关费用，希望可以见到更高的官员嘛。所以他其实有见到国会议员，但是我要讲这些美国的公关公司，其实对国会议员来讲会比较熟悉来做这个安排，而对于所谓的国安会的官员跟国务院的官员，他们其实对于美国的政策，美国要怎么做，美国要用什么层级接待，其实国务院早就心里有谱了嘛。而这3大战犯的是谁？第一个就是萧旭岑你没事去讲人家古立言是科长。美国人说好，那我就让你认识我们的科长是谁嘛。所以你在国务院只见到科室层级的人嘛，因为你既然说我们的公使古立言，其实在台湾都代表一个大使，而大使的这个层级至少是副助理国务卿的层级嘛，人家的层级很高。然后你既然说他只是科长，那你郑丽文的副主席萧旭岑这么讲，我就安排科室层级的官员跟你见面嘛。另外就是卢秀燕我要怪卢秀燕，因为当初军购条例过的时候郑丽文一直不过而且传出说要拿军购条例来换郑丽文访美的规格，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吗？而卢秀燕的规格为什么高？为什么就见到副助理国务卿？因为卢秀燕支持8000亿到1兆而你郑丽文从头到尾都是支持3800亿加 N， 后来通过了7800亿，是因为民众党要提7800亿嘛，国民党不得不跟着支持这个7800亿的这个版本，让蓝白可以合作嘛。这个是你郑丽文从来对军购议题从来不表态，而且不支持军购。对于美方最大的立场来讲，我当然是希望军购可以过关，而你郑丽文在中间的
的阻挡的过程，美国会不会很清楚你郑丽文的立场？当然非常清楚。另外就是郑丽文自己害的嘛。我是希望国民党党内这一次不要因为韩国瑜见到的成绩更高，因为郑丽文又要被比下来嘛，不要又发动一个副主席说要那个把韩国瑜的党籍开除啊，这个东西又会再一次的凸显郑丽文的路线跟国民党内的主流路线是不一样的。但是郑丽文，你觉得他有差吗？他整趟美国的行程不断的在吹捧习近平啊。包含在参叙的期间，他跟他的友人说啊，习近平握手的那一双手像云朵一样的温暖啊。开玩笑，我听了以为是陈玉珍握了张鹤龄的手。张凌赫的手，对不对？你见到影迷、影迷见到影星，你握住张凌赫的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温暖像云朵；你见到习近平握习近平的手，你干嘛觉得他是温暖，而这个像云朵一样呢？但是郑丽文内心里面真的就是这么想。为什么他这么想？因为他觉得他只要握到习近平的手里面，他掌握了整个国民党里面两岸论述的主导权，而国民党里面没有人会去反对跟习近平跟两岸交流的时候，他握了这双手。接下来17号他要提名他要把政协会的这个成果全部灌给你蒋万安，灌给你张善政。让大家觉得政协会叫做选举大利多而年底他的辅选行程不会再去提美国之行，而会去不断的提他跟习近平之间握的这双手，而这个才是郑丽文辅选的大利多，而国民党就要去承受这些郑丽文在未来辅选提名之后，他四处拍拍照，甚至到2028年会不会把政协会当成是他选举2028年总统的垫脚石 ？OK， 当然郑丽文除了讲说那个习近平的手像云朵一样温暖以外，那习近平我记得是讲说他善良，然后真诚，类似像这样子。那民众的感受那是一回事，但最起码郑丽文的感受他是这个样子。可是你如果一路走到了现在，那刚才也特别提到，因为还有几位国民党重量级的人士，第一个卢秀燕市长现在也在欧洲访问回来 ，OK？ 那接下来韩国瑜院长那是6月，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比嘛，到底第一个郑丽文去到底看了谁？那有没有包括在规格上，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家用词不一样？国民党一直告诉你，郑丽文去见到该见的人，说了想说的话。卢先生结束了访欧行程，告诉你成果顺利圆满，想见的都见到了 ，OK？ 那如果去美国，政治人物想可以见到谁？那大概第一个就如果可以的话，那麻烦川普有空的话，大家可以来握个手，好不好？那叫想见的。但你该见的某种程度，当然我们有一些在台湾的外交真的很难做，中华民国外交非常难，所以呢，会不会有一些的限制或什么？但是我最起码我该见的总是要见得到。郑丽文这一次是该见的都见到了吗？还是媒体上有的报道说，是不是该见的有被降级，或是临时有被降或取消？有没有这样一些的问题？那对于韩国瑜院长那就更不一样了，他直接在21号到27号。率跨党派立委到美国推动国会外交，那直飞凤凰城参访台积电以后，再到华盛顿跟美国联邦众议院议员、重要的官员见面。庄元雄委员长说，他最近看到韩国瑜都特别开心，然后韩院长笑得嘴都合不拢，他私下就问韩院长：“你在爽什么？”韩国院长说：“兄弟，美国这次高规格约我到美国去访问，各位都知道。”我们这几位重量级的人士要到美国去，不会有人讲，大家都说某种程度也算是2028的面试吧。先看看这几位，那国民党4大天王，看一看是不是有没有那跟两岸之间或跟美国之间的利益有关系的。现在看起来，来 ，Thank you， 你待过外交国防委员会，第一个，郑丽文所谓的降不降级，见到了谁，见到该见的人，你会怎么解读像这样一些的词？好，那另外，郑丽文直接告诉你。他跟老共之间打交道，不代表我接受共产主义啊！你们干嘛觉得我就是要去捧老共呢？没有这回事啊！去美国旅游一趟，不用装的好像自己去国事会议一样。你觉得要去旅游？就是去旅游的啊。如果今天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访谈，我根本连召开新闻或做这个议题的必要都没有。如果他是真的要跟他达成一个怎么样的协议，或者是希望了解什么样的事情的话，会低调到看不到，像潜水艇一样嘛。我见过，我之前刚提到国防外交委员会，
我见过在台湾的10几位主要国家，可能世界先进国家的一些大使，他们来可能会聊一些，你跟以前的立委不一样啊，你为什么今天要讲台语啊？干嘛？那我需要每个人都拍照上传，说你看这些都支持台独吗？那我需要每个人都拍照上传，说你看这些都支持台独吗？没搞海还是耶。所以你注意看，其实郑丽文访中跟访美，他两边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嘛。访中之前是不是低调到好像都看不到？然后让大家去讨论政习会，然后他三缄其口啊，然后躲访问，在中常会讲，每个礼拜只能看到郑丽文在中常会讲话而已，突然就成型了，成型之后才嗨起来嘛。但美国这边反过来啊，是他要去美国之前大张旗鼓，不排除见川普啊，回来的时候，这个在机场里面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跑掉嘛。这我想起以前人家说那个国内跟国外考大学的差别，有的我们是考大学的时候很困难，但毕业很简单。那有些的地方是进大学很容易啊，毕业很困难。所以你看他对中对美的态度就不同，你就知道他在追逐谁的青睐了嘛。真正要做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的时候，你敲锣打鼓反而会打草惊蛇。另外一方面，他去到美国说了哪些话，见了哪些人，做了哪些事。我自己啦，我不知道大家对自己感受怎么样。我感受到的是，他就是去美国见中国人的嘛。他的演讲场不是啊，哪里讲错？首先是有在美国统战的这一些关键干部，然后他的侨宴里面有非常多的，本来侨宴你的理解是什么？是支持中华民国、支持台湾的。不管我们最近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侨委会把华侨、台侨这种好像分族群的改成现在一并叫侨民啊。总之无论如何，就是支持我们台湾跟中国不一样的人嘛。不是去的有很多啊，甚至是中国的干部，还有涉案在其中，以及外面有那个阿伯呛声。你乞讨对啊？没有，他们扶青帮。你乞讨哪里了哈？然后这样子，结果问一问之后说都居然有一个海外黑道的这个中国的黑道。所以你搞了半天之后，我们对他的印象不是他见了谁讲了什么，这个根本不是跟美方的交涉嘛，都是跟中方的啊。然后因为我知道他演讲很无聊，所以几乎没有人讨论。有一个演讲啊，我去看了一下，我发现非常有趣，特别跟大家报告。他说啊，这个中国人也可以对美国做出贡献的，因为中华民族可以像犹太族一样对美国发挥关键的作用。一讲完，美国本来就想说算了，你的爱去讨，你的几细给生给赵贺啊，因为他这个论述啊，其实也是东方世界的一种阴谋论，就是犹太人控制美国。我们当然知道犹太人有很多非常优秀啦，可能在生意啊或企业上，不管是很会赚钱的这种刻板印象，但是你明目张胆的讲出来说，好像犹太人控制美国，或者是中国也可以提出贡献。先不讲中华民族能不能啊，你讲这个话就表示你就是一个看网络小说在做政治的人了嘛。你根本连求证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当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啊，很自然的在美国的政治圈里面有一件事情本来是大家私底下在聊，突然浮上台面了，这个叫做移 K 论。那过去啊，这个国民党在台湾，或者是说共产党在东方世界散播移美论，移美论的目的是为了台湾吗？其实不止呢，是整个第一岛链嘛。所以陈立文自己跑出来讲和平繁荣岛链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有一点惊觉，有一点警觉，说这个习近平不敢讲，王沪宁不敢讲的话，那怎么郑丽文敢讲？结果他跑到这边之后，又继续散播了这种类似以美论的，我们就已经警觉了。结果你又跑到那边去讲中国爱听的话的时候，那美方自然就反弹出了一个东西，叫做移 K 论嘛，就是怀疑国民党的人讲话是不是真的。那当然，国民党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郑丽文这样，但他也自然会透过其他不同的管道去问到什么驻美代表啦、前驻美代表啦、美方人士啊、亲美友中合路的朱立伦人马，他们说啊，郑丽文这口是到底是在变啥样，可以很显而易见的得到。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给予100分的回馈，那么因此啊，
郑丽文昨天我们看到那个博弈在这里就讲，这不是降1级，这降3级，再来就是保全了呢。好，这个他是说如果啦，如果有媒体讲的那个，但我对郑丽文见了谁我不做评论啦，哈，郑丽文就自己出来讲就好。但是你说他具体带回一个成果，我就问大家，问电视机观众前面一个问题：如果是我去美国，我想要做新闻让大家知道我很重要的话，我会怎么做？我们谈军购，我们谈能源。我们谈晶片，我们谈贸易，我们谈外交，我们谈一个议题回来嘛。结果围绕在郑丽文身上的全部都是中国人啊！请问一下，他去了一趟美国回来带什么议题？带什么议题？我现在就问大家，你有没有印象？他在去美国的这一圈里面，他带哪一个对台湾有利的议题回来？还是为了成就他个人的声量而已嘛？我刚刚讲的那么多，还有叔叔行还有很多。你要讲环境保护也可以啊，你要讲政党外交也可以，你要讲城市交流也可以啊。他带了哪一件议题回来？没有。所以郑丽文其实去了美国，还是在做个人的声量，见的还是中国人。对于美国跟这个国民党党主席这个身份的交流，我看能够造成的影响是非常的小。来，林涛，我们先回应这一段。好不好？因为这次中间过程，第一个刚刚就讲到，这跟到底见到了谁，有没有被降级，有没有什么这些，这媒体上面有释出这个国民党有驳斥那一段，但是显然大家都在存疑，说到底是怎么样？你那时候在朱立伦当主席的时候，那有一起出访过程，那当然台美之间会有一些的默契，但是总是。那个默契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你就是进了谁，你走进哪里，大家也看得到吧？你是进了 AIT 总部，还是进了艾森豪大楼？这个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嘛。然后你刚刚听到三宇胜或直接讲到，郑丽文主席是到美国去见中国人吗？然后包括因此华府所谓的移 K 论出来了吗？民进党也这样讲。来，林涛回应这一块，民党也直接胜过了。民党他直接在这里面就讲说，郑丽文是带着习意志，然后。的访美行程去了个寂寞，不但没有实质进展跟具体成果，惹尽了风波，包括什么跟中共统战人士同桌、拜会白宫国安会被临时取消，还有提问民众被锁喉，类似这些。所以民党拿这个来讲说，郑主席到底去干嘛？你知道？对，五哥基本上因为过去不只是这个朱主席在访美的时候，我在台湾来做一个新闻的一个露出，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自己也受邀到美国国务院，然后来进行访问。基本上它是有一定的规格的，也有一定的默契，会陆续的来对外来做表示，比如说在某一些大厅，或是说跟某一些相片合照，那基本上你可以大概了解那个方向嘛。我先一一的来回应哈，我觉得第一个。因为过去朱主席在访美的时候，包括后来去当拜登的国务卿的 Blinken， 他都私下叫，在传出来，他私下叫这个朱主席叫做 Big Eric，就是代表他熟悉嘛，他熟悉这个涉台人士，他对台湾的事物了解嘛，那基本上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才叫规格，才叫这个熟悉。那我认为这一次韩国院长出发到美国，我认为他规格一定高，而且我认为他自己也讲高。如果照庄瑞雄委员讲，他自己也讲高啊，我认为是高的。就我的了解，我觉得他很高。好，那基本上会希望能够过去国民党人士在美国在华府能够有好的成绩，见到高的成绩，表达在野的立场，表达国民的立场，我觉得这对中华民国都是加分的。可是林涛这样子会不会是有某种程度被比较的感觉？韩院长如果高，那对郑主席来讲，会不会就会有被比较？所以我第三个要讲回来，这个郑丽文主席基本上其实过去大家讲说他两岸互动，他就强调和平交流。那其实他安排访美的行程，台美友好，互信了解，我们也很支持嘛。那其实我比较遗憾是说，看到他出去之前，民进党就说啊，你去那边一定去见中国人啦，去干嘛啦，一定干嘛讲？人家两岸见完去美国见，你应该是鼓励嘛，就说你之前不是一直臭他一直两岸而已，为什么不美国？他访美，你应该给他鼓励，你干嘛一直这样子讲人家哈？我觉得第一点哈。第二个呢，今天我听到许婷，他是国民党发言人，应该他比较了解郑丽文主席有见到谁，那他是有提到出访有成果，传达台湾的不同意见。今天我听到许婷，他是国民党发言人，应该他比较了解郑丽文主席有见到谁，那他是有提到出访有成果，传达台湾的不同意见。那可是我们现在看起来的新闻是讲到纽约，那后来华府的行程，我猜啦。
我希望啦，就是说应该跟美国还在讨论，就是呈现上方式，包括文字跟图片。那我希望真的能够把它公布出来释疑。林刚刚有讲说，其实第一个能不能用公布一些资讯的方式让大家释疑，免得因为国民党一直讲说，有些特定媒体就刻意要去带风向，好，那避免有这样的一些误解发生。那看什么时候会释出。第二个，你知道你刚刚讲那个规格，对，其实像朱主席他们那时候去，以一个中华民国最大在野党主席来讲的话，到那个地方，某种程度应该最起码会有一些，不管说讲是不是你说助理吃惊啊，或者什么类似这些，应该有一个规格在，对不对？这个规格是4大关注的要点。第一个，白宫的国安会 ，OK， 你见到谁？好，因为你不可能拍到里面的，但是你在里面，在哪一间会议室拍到哪一个挂在墙上的肖像，那你基本上大概了解。OK。第二个呢，国务院见了谁？那说真的，我们参加国务院计划，我们也充分了解到美国的。对于两岸了解的人，对于经济了解的人，对于科技产业了解的人，至少这3个类别的应该要有所代表，也是过去朱主席在访问国务院之后都有传出来，针对国家安全、针对能源发展能够表态，跟国务院有讨论。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有生产力的。第三 ，AIT 一定要见到主席吧？主席是基本的。然后第4个智库，包括传统基金会。包括这些大的这些基金会，你应该要有这4大的规格。那我现在感觉，就是因为我不晓得是因为他可能留待，可能大家这攻击完之后，他可能把资讯出来打大家脸，引蛇出洞，有可能啊。那第2个部分，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美国正在面临美伊战争跟期中选举，说真的，重要官员他是比较忙的，那比较忙，他可以用一些参众议员来取代，有啊，他有见到很多参众议员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些里面呢，我们不会鸡蛋里挑骨头，我们挑可以讲的也很正面的部分来为他论述。那讲回来啦，他至少有他到美国本土吧？赖总统到现在还没有到美国总统，是干恐龙啊，对不对？你讲说他到现在，对不对？他至少你说他见科室的，还有说什么不要再往下，不然见保全还是什么？但我的意思是说，至少他到了美国本土，跟了所有的美国的各界来讨论，我觉得啦，站在一个支持台美交流的立场。都应该给他鼓励一下。你要不要先回应一下？建议蓝公赖总统连美国本土都没踏上。没有，我觉得林涛身为民意代表总统为什么没有到美国去？其实某部分我们说真的啦，那这个政治上的问题，我们再去多论述没有意义啦。蔡英文都有去耶，蔡英文卸任以后嘛没有，他是在任的时候去的。你让我讲完我说的啦我跟你讲说。访美这一次的目的其实到底是什么？我应该是讲说郑丽文为什么你要访美？那与其刚才3Q 所讲的他美国观光，我们知道到国外旅游观光有2种，一种人数不够跟团，人家安排行程；一种是自己凑了15个，还有一个导游免费，所以我们自己安排，感觉它比较像后者。那郑丽文从头开始我比较认同，就是说真的。他刚开始讲了一句话，叫什么话？我如果没有跟习近平碰面，我就是一个阳春的党主席。某部分他对外来宣导，尤其对台湾、对大内宣、大外宣来讲，甚至于美国的那些侨胞来讲，中国的侨胞来讲，其实某部分就是他代表习近平，所以他到美国去见中国人也合理啊。那你说郑丽文访美的目的，我个人认为啦，第一个提高他政治的一个高度。政治的地位，第2个就剑指2028，他现在先开战嘛，这就是他们现在目前的目的。卢先生讲的那句话更好笑，我见到想见的人，怎么样？我见到我想见的人，你见不到啊？你怎么样？他不就是有点在挑衅郑丽文吗？郑丽文只是讲说我该见的都见到了，不是啊？你想见的见不到，那这样的情况下，在国民党党内其实2028已经开始互打，互别苗头。那你说到蒋万安，当然他现在在新加坡的事情，我们就待会再聊嘛。那如果依照现在的情况来讲，这一次郑丽文去，说真的，5个字，摸屏转导灰，得到的是什么？是负面的效果。
那台湾我们国内的人在认为你郑丽文这次到底有没有加分？除了你的亲中立场更亲中以外，说真的，你对美国这个部分，美国对你也没有释出善意啊，没有释出善意的后果，你自己国民党要负责。那今天讲到我们国内民众认为郑丽文你这次出去，而且应该是要回来告诉大家我到美国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看起来非常的低调。低调的原因是什么？被洗脸了，没面子了，所以不敢讲。我倒认为这次郑丽文到美国行，除了抬高他自己在党内的一个政治地位以外，那说真的得不到任何好处。那最主要的就是他就摆明的，我2028我要选总统啊，不你没要做。现在看起来的话，来双公博化石来，请问一下，两个是到目前为止大家一直在讨论需要有某种程度适宜或解密的一些地方。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底见到了谁，或是刚刚讲那个层级上面它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于郑丽文来讲的话，是刚才建议特别说是要累积2028的政治资本，是累积到了吗？第二个，这件事情这2天被讨论的非常多，就是在演讲的场合最后提问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人提问到，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国民党不帮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实施民主，然后为什么还要反而要这个样类似这些？那现场的一些的画面，当这些人在质问的时候，那郑主席呢，包括这些人可能在面临到被拖走的时候，那现场又是怎么样？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来。从我选党主席开始到现在，不管任何的记者会或者是座谈会，我都说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没有任何的限制跟保留。大家也都知道我的作风。请问国民党是号称民主政党，为什么中国国民党没有帮助中国实现民主？为什么中国国民党跟共产党同流合污？为什么中国国民党不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支持中国民主？出去！滚！我们不但没有卖台，我们还真真实实的倒台。所以经验其实已经回答了这几个听众朋友。来，双公。第一个见到了谁？其实你说智库跟侨胞不重要，因为你去重点是美国的国会议员跟政府官员，那政府官员你见到谁又比国会议员重要，那你很简单，你第一个战争部啊，然后国务院、国家安全单位这3个，你到底见到了谁？第一个战争部啊，然后国务院、国家安全单位这3个，你到底见到了谁？那国务院属外交系统，但如果外交系统里面国务院只是派个科室人员来，那就很麻烦了。就好像上面拥有决策或是参与决策的幕僚，告诉你说执行单位，我给你一个题目，你去跟郑丽文聊一下，看他怎么答，回来做个记录送上来。科处就是执行人嘛，你不会叫一个就像我们政府里面一个科处的人员说，你去跟那个立委讨论我们那个什么政策，不会吧？其实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就是我替我上面问问题。我的专责工作叫做记录，你答完了，你什么态度，你什么看法，我转回去，就这样了。那你说国安单位连见都不见了，国安单位其实他们完全跟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情报合作的问题嘛。那里面他负责的层面，包括亚太地区安全，都在他的整个的想象过程当中、图像之中嘛，他也不跟你见了。那现在唯一的就是没有听到战争部有没有见。好，战争部有没有见不知道。
因为战争部也很忙的因为那个6月5号、6月11号参众两院才在审那个国防授权法案嘛，国防授权法案都跟战争部有关系嘛，他们也在忙嘛。就郑丽文在华府的时候，刚好参院不是6月11号通过那个国防法案嘛，国防授权法案了。那见到什么人，当然代表人家对你这个人的想法，我要跟你讨论，而且是具有参与决策会议。我们不要说他是决策者，可能你刺青有决策者，但是驻青是刺青的幕僚，那可能他会去影响到刺青。那什么人跟你见，当然有意义啊。那科处就完全没有意义了。科处就是执行单位，就是我来问你问题嘛，然后我记录回去就好了。OK， 那你觉得会不会是林涛刚讲的？也许有见到一些，因为国民党的那个驳斥里面也有说，就是有见到一些基于台美默契，也不能够告诉你们的，会不会你们大家讲的风风火火，讲到最后，好啦，不得已，我就给你们看一张照片啦，就是有啦，我就是到了哪些地方，然后或是讲说我就是有见到谁引蛇出洞，然后把你们打得满脸豆花这样子。如果在内部啦，不管是在 AIT 啦。或是在政府机构的内部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像是你参访活动的话，你认为美国会让你随便拍照吗？不会吧？不会吧？一定是只有固定的要释出的，就是释出来的才会给你嘛，不然我不释出的，你像战争部跟台湾的官员碰面，战争部会露脸给你拍，基本上不太可能吧。所以有一次还记得在那个乐山，那个小英总统那个时候去参访，小英后面不是有一个外国人穿着大家都讲说那个照片一定是刻意释出的，是就是要让你看，就是有外国人在那个地方。是，而且美国军方的人来台湾。到了我们的军方里面，非正式的像那个穿那个军服的那个单位基本上都不会穿军装了。甚至于住在我们就这样讲了，我们爱山飞弹里面连来督看的人长期住在那一边的人也都不穿军装了。但大家都知道，他就是美国军方派来的嘛。但是他就是不会穿军装。OK， 他就不会穿军装。请问一下，小英要去乐山雷达站巡视看大家的时候，然后乐山雷达站的负责人都不知道，不能露面的人，不会安排到，我们总统要来，你不方便露面他会露面吗？不会他就不会露面。那个露面就是刻意的，告诉你，我露出来给你拍一下，主持人说，这边是由我们美国人在协助的乐山基地。OK， 这是一定的。当然，你说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在探究4月份郑丽文去中国，回来的时候，国民党有没有松一口气？因为好像在中国期间没有讲什么太多的嘛。但请问一下，他这次去美国有没有扣分？第一个。你的参会里面一开始说没有，我们没有同桌，我们只是拍张照。后面变同桌。然后后面里面有人跟你讲福清帮老大是谁，然后你今天看到你贵为一个主席坐在那边，你看到已经推倒用拖的时候，你继续讲你的，完全当没看到。慢慢来，还跟你说一句话，不会，我们不会卖台，慢慢走。你认为？他是说拖的慢慢我觉得说这是一个主席态度吗？应该跟大家说，等一下，你们请他出去就好，不应该用这样用拖用什么的。不是他照常讲他的，这些东西出来，基本上已经是负面了。你要对他访美以来，这已经是负面。第二个，国务院国安单位取消层级降低，又是一次负面。又是一次负面，然后你既然去那边我们冤枉习近平了，习近平很善良，对台湾很善意，
两岸只要同属一个中华民族、一个中华文明大家都好谈。然后他也说，因为历史因素，台湾选择了这个不同的制度，人民过不同的生活。废话，不然为什么要一国两制？如果都一样，那就一国一制了，还要推一国两制干嘛？所以他的讲话，你到那边一直在帮习近平讲话，结果你去中国大陆松一口气，在这边说你亲中，结果你跑到美国去表现你亲中。哎，美国官员，你看一下国务院卢比欧有没有在北京机场，习近平跟他握手？有吧？不是那个画面吗？一排都在那边嘛。会谈全部在那边嘛。川普跟习近平不要说坐在那边会谈，各位还记得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叫他考虑一下军购的事情吗？他们两个人是可以打电话，跟你见面的。然后需要你来美国跟我讲川普是什么样的人吗？你习近平对，习近平是什么样的人吗？然后美国政府体系无论是经济、军事，全部在跟中国对抗。结果天哪！你既然跟我跑来说习近平有多好，然后我觉得最打脸的是参议院的6月11号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文在里面，我们要结束冷战时期第一岛链的思维。好，6月11号，你郑丽文还在华府，参院通过的，告诉你，那个他们已经连续用了2-3年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郑丽文还在华府，参院通过的，告诉你，那个他们已经连续用了2-3年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众议院6月5号通过的时候，不是说要援助我们10亿美金吗？他用的还是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因为这已经用了2-3年，但是参院把它改掉了，参院改成什么？他把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改成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你不是要结束吗？参议院当场告诉你说没有，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而且明定里面4个国家，韩国、日本、菲律宾、台湾，你军售程序延宕，战争部你必须要跟我们提出报告，你如何维持强大的拒止的优势 ？OK， 拒止要拒谁？中国啊。然后，请问大家都说郑丽文去那边见了9个国会议员，里面有没有提到一个叫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叫苏利文？他就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议员，就是审查我刚才讲的那个国防授权法案的重量级议员。你认为他跟你见面会跟你讲好听话吗？他会跟你讲好听话吗？上公刚刚讲的这些是在这次郑丽文主席，然后你说面临到的这些，领导从前面这个问题到后面看到的那一段，就对国民党来讲，对郑主席这次出访来讲，上公刚刚讲说，像这些是不是真的会变得很扣分？因为对台湾人来讲，其实就是有人，你就算认为他是要来踢馆的，他就是要来质疑你这些的，那我相信在前面幕僚作业应该可以有一些的方式，让他非常 smooth 的让郑丽文，而且以郑丽文主席口才偏激，他一定有办法能够应付这些吧？我真的觉得2件事情哦。其实如果说针对这个我们国内的媒体在说你的行程被取消，或是说你有遇到一些异议人士的反应的时候，基本上我以前的。基本上文传会，不要说以前，就是文传会，你要马上做最及时的现场，不是这样。这次文传会没去那个主委请辞待命中。那这样就会变成就资讯的传递不要那么不会那么顺畅。然后第2件事情其实我们知道，就是5哥应该比我更了解，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出访过程，一定是出发在机场访完。下了第一个行程，开始今天要发什么照片，然后开始白宫，然后国会山庄，然后智库，然后论述从能源、安全、经济、科技、台湾的 AI 产业，
我们过去至少处理是这样，早中晚，然后晚上再搭一个，比如说你吃 In-N-Out 的汉堡啊，吃什么汉堡啊，然后软性一点，对，软性一点，然后去时代广场，然后去逛个什么，应该是有这样搭配的，这才是就是。我没有说现在做的是怎么样，我没有要批评，我也没有评价，我只是说以前的规格是早中晚，晚上搭软性，早中晚，然后有一些私下的很高层级的会面，那是 extra，就是额外的，那是 bonus， 是加分的。说那我们今天轻装简从，在哪一个庄园里面，哪个公园，我们散步，到最后美方同意把这个照片出来，我觉得可能会对于这一次访美形象会比较好。那所以第二个事情是说，如果我们的访美是这种争议的画面，会比较可惜。因为呢，就算那些异议人士发表异议意见，那我们就是说啊，那没关系，我们这个是台湾的民主，让你讲完，那可不可以你讲完也让我们讲完？这是很好一个展现，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民主，然后就是一个自由民主。我让你说，但是我也就像你说的，我一定会告诉你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对，不会有你质疑的东西。对，但是我也要帮郑主席讲一句话，因为他说慢慢来，是说担心他们给他拖，让他受伤。不是上攻的意思是根本不应该去用这样的方式，没有。那我觉得有事情慢慢来，不是，我觉得他是慢慢走，不是慢慢来。对啊，但是他是有表达他的，他是叫他们慢慢走的关心啦，有表达关心。OK， 有没有？你看得出来，其实这次到美国去，对郑丽文主席一定自己也会寄予厚望，希望这次去大加分。然后包括国民党的发言系统也是这样说，只是第一个加分到了吗？而现在看起来，蓝营的这几位频频到美国去，卢秀燕市长去了，然后郑丽文主席去，接下来韩国院长也要去，那蒋万安什么时候会去不知道。但是这所有的这些，有人就摆明了在讲，就是在看，包括2028，大家所有都在看这些啦，个人表现怎么样啊？其实以郑丽文主席他的政治风格来讲啊，他去美国到底见到了谁、什么层级都不重要。因为郑丽文主席的政治风格从来就不是靠着政绩，或是靠着他有任何实际上面的作为会贡献到今天的地位了嘛。你看他过去从政一路走来，从民进党出身啊，这个民进党支持他选上公职，然后呢，后来离开公职变成蓝营的这个评论员，然后从评论员一跃而上变成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他不是那种政绩型的政治人物嘛，他是宣传型的政治人物嘛。当时他在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赵少康连开2场记者会，指出说有大量的这个所谓的境外的频道，在这个帮特定的候选人，当然他指的就是郑丽文帮他造势，在拱他，然后再打郝龙斌这些等等的，你就知道啊，郑丽文他需要的从来就不是实际上他做了什么，而是他能宣传到什么程度。郝龙斌好歹当过8年台北市长啊，他在任内台北市留下政绩，像这些 U-Bike 什么的，现在还让蒋万安可以去领奖啊。但是为什么他会不敌郑丽文？因为郑丽文的宣传太厉害了，100分了。像他这一次去美国，大家还在讨论说有没有这个见到什么人或是不是被国安会放鸽子是不是被取消这些坦白说啦。听得懂的人在全台湾可能占不到2%，当然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占了一大部分。那实际上呢，郑丽文的支持者只要听到郑丽文说一句“该见的人都见了”就好了。然后他没有要管你真的见到什么，因为他们要的是一种感觉。郑丽文好像去到那边拍了很多照，跟很多外国人拍了很多照，然后回来郑主席说该见的都见了，好，那我们就相信郑主席嘛。这一次郑主席去到美国，他又不是要去宣扬台湾的民主自由，大家在讨论说有异议人士抗议为什么拖走？这不是没有显示出我们台湾的风范？搞错了，郑丽文去美国要宣传的是习近平跟他讲的事嘛，对不对？他在出发前他都讲了，他要去告诉美国人习近平多么有善意，这政协会讲了什么，他要对话来促进和平，他要去美国讲这一套。郑丽文是要去美国宣传，他是习近平的这个粉丝后援会的会长。阿淼，这样的，如果你讲他是以宣传为主，讲这些，对郑丽文在国内，因为要选2028，如果要选中华民国总统的话，投票的是在台湾的2350万人啊，那个有投票权的啦 ，OK， 那是我们这边的人呢，那个是
选举要2票啊。哦 ，OK， 你那个刚才主持人讲的是选票啊，还差另外1票。选举要2票啊。哦 ，OK， 你那个刚才主持人讲的是选票啊，还差另外1票。算募款吗？超能力。其实说真的啦，郑丽文呢，他现在站在一个绝佳战略位置，他是国民党主席嘛。国民党主席有没有罢免的机制？没有吧？没有啊。对哦，国民党主席要做就做完了，除非他自己辞职，对不对？那他不要辞，谁能拉他下来？没有人能拉他下来，不是吗？那年底选举，刚才大家说会不会选不好变票房毒药？其实郑丽文的重点就是他如何宣传。如果国民党年底选举好成绩，不用讲啊，一定是郑丽文的功劳，对不对？不在话下，主席领导有方嘛。那国民党如果选了成绩不好，比如说彰化丢了，宜兰丢了，或者是说新北丢了，那怎么办？谁的问题？靠宣传。彰化如果丢了，卢秀燕的问题，对不对？8年市长都当完了。初选还这么不给力，卢秀燕的问题嘛？中彰投。那万一新北丢了，哇，那是蒋万安的问题啊，对不对？你派了你的副市长李四川去选还丢了，难道还要怪郑丽文吗？那这不是啊，不是郑丽文的问题啊。所以郑丽文他其实站在国民党主席这个战略位置呢，重点是他的宣传可不可以持续让6万国民党员买单？这是他唯一的重点。郑丽文才不会管什么2350万的主流民意啊，他在乎的是那6万选给他的那国民党党员，只要那些深蓝的那个6万人，他们看了这个你看郑丽文在侨宴上受到热烈欢迎，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看起来气宇轩昂，然后又给他用手杖搭了这个帐门，这些种种呢，他们就会觉得好像有个样子。其实对于投给郑丽文这6万国民党党员，他们看到就只是要个样子就好，不然你不能解释为什么郝龙斌会输给郑丽文，这完全没道理的事。所以以现在来说，郑丽文回来台湾，他要主打的其实就是一个宣传战。他的意思，这个访美答案一定是大成功，郑丽文一定是赢麻的，一定是赢家，一定会讲到说什么。他甚至不是还讲过说，这10年来国民党之前的主席把国民党搞得什么乌烟瘴气这些的。很多主席听了心里不舒服啊，不满意啊，可是他们又拿郑丽文怎么样？所以形势比人强啦。卢秀燕不选国民党主席是他政治判断当中最大的一个错误。现在郑丽文站到了这个位置之后，他只要宣传战一路下去的话，其实国民党里面没有什么其他人是他对手。但三个，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郑丽文信心满满，说2026、2028如果公平打，民进党根本没得打 ，OK。但如果真的看起来的话，2026。毕竟大家会看一些民调啦，看一些这些，对国民党来讲要打到跟2022不容易嘛。可是国民党里面，毕竟其他几个，譬如说蒋万，台北市，那他现在正在新加坡领奖，台北市这样大家都希望蒋万能够有外溢效应，然后国民党都希望他能够整个外溢把李四川、新北能够稳住，甚或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让国民党还能够大胜。在郑丽文口中都觉得只要公平的打，民党根本没得打。对这些人来讲的话，所以尤其像蒋万。他能够不甩郑丽文的这些，可不可能出现刚刚讲说有没有负面的一些效应啊，或是选票毒药？蒋万能够打出一片江山。蒋、卢、于跟这个郑丽文4个人，大概普遍被认为是国民党有机会挑战2028年的这个总统大位。那蒋我自己啦我自己来看，蒋万他比较像老二哲学，就是说而且我们一直都在讲说，蒋万安模仿马英九嘛，什么英伟啦，然后什么市长这个读稿机啊，不沾锅等等的。那么马英九当年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对手连任的时候假意支持，然后让自己上位，不然下一站不知道等多久嘛。所以如果是这个论述的话，蒋万安必然不会急着要挑战2028年。然后，那这个他就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广筑墙啊，什么挖哥广积粮、高筑墙。好，那反称王卢秀燕，其实我认为卢秀燕有个硬伤，就是当然他也是会想要积极争取，但是他在台中市长任内，对于党主席那一战，普遍国民党的人会认为是他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共主是他。但是你却确战了，说妈妈应该要待在家里。结果我现在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冷不知道在纽西兰还哪里。但为什么？因为
当时他展现出了一个软弱无能，或者是等待抬轿的这一个画面，所以如果排名可能也排不到他，那么就只剩下郑丽文跟韩国瑜。那我是老美的话，我为什么会用韩国瑜来杠杆？韩国瑜他不是国民党党主席候选人或国民党拟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是立法院长啊，川普当选他又来庆贺啊，国庆日台湾的国庆日也是由韩国瑜主持啊，所以我邀请韩国瑜很高规格，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嘛。那用来对比我对于郑丽文的相对不信任，那至于从哪一些设施跟哪一些动作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大家只要回去看林涛刚刚所讲的，林涛讲过去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啊，其实他没讲的是，他没有讲的那一句话就是郑丽文都做不到嘛，所以这个。没有啦，我是说他还没有发布。对啦，他现在还没有发布啦，未来一定会发布。我们等待郑丽文的粉专时时刻刻盯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韩国瑜如果是老美主义的人选，而且其实你去回想韩国瑜当时去讲的话，什么经济靠中国啊，然后军事靠美国等等的，就他有选过的经验。那韩国瑜的问题会在哪里？会在于他已经失败过一次。那么国民党其他人会不会愿意再让他上？所以你如果问我，我还是唯一支持郑丽文，而且我认为他应该从今年就开始展现锋芒，比如说礼拜一去高雄，礼拜二去新北，他就要天天日日年年月月到处去辅选，然后强制要求国民党党籍候选人全部都放上郑丽文的这个图片。如果这样子做的啊，我相信这一些县市首长候选人大概9月份就可以放假了，因为放假有2种哦，放假一种是放假等上嘛，我说可能是往那个方向所以国民党这个就是尽量努力。李四川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李四川是我看过近几年6都候选人里面最无聊的，曾经是侯友宜，结果李四川比他还无聊。然后李四川提的政见，还有他们的攻防以及他的青年战队，都表现出一种很离地很远的那种不知道空中楼阁的感觉。最近在打什么苏巧慧跟监李四川，那个我们都不用花太多篇幅去讨论。有一点政治sense的人都知道，一个行程很多民意代表去，并不是什么值得讨论的事。接下来讲高滩地，这个我就很好奇了。2012年的时候，新北市曾经因为高滩地能不能种树，有产生非常大的交锋。当时的市长是朱立伦，副市长李四川，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防洪区不能够种树。他这个时候提这个出来，我认为只有一个目的，拜托大家不要投给我。拜托大家不要投给我，因为他只证明2件事情：第一个，我失智了，我忘记我处理过这个题目，我忘记防洪区不能盖高滩地，不能盖树木，我忘记了，所以请大家不要投给我。第二个，赶快来救我。这是一个求救讯号。我不得已坐在这边要选新北市长，但我其实不想做。我既没有选举的经验，然后我的家又被人家检视成这个样子，然后我的这个青年团发言人都又不接，就不知道自己在选什么东西，救救我，不要投给我。所以李四川这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叫做一桃杀3士，因为李四川如果崩的话，韩国瑜崩，蒋万安崩，郑丽文跟着崩，但是。这个叫七伤拳嘛，损自己700没关系，伤敌1000，那我就赚。所以蒋万安可惜双北没有一起上。我本来以为李四川川博可以帮个忙。你看川博在讲那些话，他有在选新北市长，他选台北市长好不好啊？什么中永和的交通来解决，就是你造成的。什么我们未来要跟这个台北市什么，我们要成为他们的这个卫星。那苏巧慧就出来。打一个4两拨千斤，我们叫繁星，为什么要当人家的卫星？我们又不是绕着台北转，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特色。李四川几乎所有政策的发言都在失分所以蒋万本来对蒋万来讲，就是本来2边都要我下一步就是自然而然的迎向总统的大位但是所以如果李四川没上，蒋万伤一点点。然后对韩国瑜来讲，李四川没上，对，没有错，是韩国瑜把他从青山拿来，又把他召唤出来去当高雄副市长的，好像会伤一点，但你不是那么重。但如果李四川没上，伤最重的人是谁？是郑丽文啊！你在你手上把国民党执政多少？有没有20年的新北市，台湾最大人口，这个北部重镇，然后侯友宜、朱立伦到你丢了，
哇，那不是你郑丽文的责任，是谁的责任？其他什么彰化、嘉义哪里都不是重点的。蒋万安的责任，你看。郑丽文的，我跟你讲，我现在郑丽文的嚣张是来自于国民党中生代的宫廷文化跟软弱无能。但是如果双北丢了，这些人马上就张牙舞爪了。君不见徐小新以前还在骂傅昆萁是病毒，然后突然他进来的时候就投怀送抱，就那个时机点还没到，等到他失去的比我得到的还要多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去抵抗这件事情了，因为他的流量。李四川带不来，你不认为蒋万安的流量或是他的外溢效应能够把李四川整个拉起来吗？简单的不，所以我们的看法不同。蒋万安也会伤，但是没有拿来攻击郑丽文来的重要，因为我们多数人对于郑丽文目前是敢怒不敢言，或者是不要影响到我的话，我们就隔空观虎斗就好。但如果你直接烧到我家了，让我们的新北没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政治领域这个落选了，那么在立委提名的时候就会计较了母鸡是谁？你到底是母鸡还是母狮？你是要带小鸡的，还是来吃小鸡的？这件事情就会从双北的选情来往下延伸。所以其实我觉得蓝绿在这一块，在双北这一块都有各自的不同的盘算的，未来都是一个很精彩的可以观察重点。不过阿淼，直接讲蒋万安来讲的话，英伟达这件事情对他到底是正向负向？上个礼拜五突然丢一个监察院，有人解读是要转移那个包括英伟达所有的这些风向，但也没有啊。英伟还是不止英伟达那个节目，他还把他太太也一起请来合体，变成英业达，因为他太太姓叶，变英业达。如果真的有伤，那你就不要再继续往下搞了。怎么解读？最近在世界杯嘛，很多人看足球，我用足球的方式来说明一下。以下都是我们单纯当个球评，不代表支持哪一队。那足球踢到大概70分钟、80分钟，就比赛的最后阶段的时候，领先的球队经常干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把球牢牢的控在自己人的脚下。我传给建议，建议传给五哥，五哥传给林涛，林涛再传给我。拖时间，我们就是一直这样传。我们也不进攻，我们就是这样子把球传来传去，要干嘛呢？我们就是要看对方追着球跑，体力不断的在消耗，已经比赛的后段很累了，还要再追着球跑，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传，就不攻，要干嘛？90分钟裁判哨音一响，比赛结束，我们领先了嘛，所以我们就收下胜利嘛。现在蒋万安对于这场选举的想象就是这样，蒋万安相信他自己领先。那在这个领先到投票大概还有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他要做的就是把球这样子，我们己方自己传来传去，然后就看着沈伯洋，看着民进党在那边追这个球，每天追，然后那个体力条子往下掉蒋万安跟英伟就好整以暇。然后就看着沈伯洋，看着民进党在那边追这个球，每天追，然后那个体力条子往下掉蒋万安跟英伟就好整以暇。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说英伟是不是帮蒋万安扣分？我跟大家讲，你从蒋万安的行动你就知道他的内心一定认为这不会扣分。因为如果真是扣分的话，蒋万安早就制止他了，对不对？因为拍那些不好笑的短影音，蒋万安可以传在群组里跟他说，主委拍得很好，但以后不要再拍了，对不对？或者是在那边这个议员质询，他在旁边不断插话的时候，他也不用讲话，蒋万安只要一个手势，他那些官就知道怎么样嘛。但是台北市的这些官员越来越战狼对议员的这个炮火越来越猛。为什么？因为蒋万安他一定是允许这些的发生嘛。那为什么这样做？很简单因为蒋万安他要控球，他要把球牢牢的控制在蓝军的脚下，就是蒋万安传给英伟，英伟传给局处所长，局处所长传给蒋万安，再传来传去嘛。那你沈伯洋每天光追这个球的时候，时间1分1秒流逝，体力也流逝。所以呢，我认为这个蒋万安不管他讲什么，其实他只是要掌握一个议题的节奏。像废监院这件事情来讲，我不相信他真心要废。因为如果这是他长期的宪政主张，他当立委的时候早就提了，对吧？他当过立委啊。当立委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是2016、2020年的时候，立法院都有讨论过要不要成立修宪委员会嘛。我记得当时因为小英当选，然后民进党是国会多数。成立修宪委员会的时候，黄国昌率领的时代力量也有去讨论，结果偏偏是国民党的位置空着，没有任何人去参加。那如果蒋万安真的觉得要废监院的话，
那他不是应该要去参加吗？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国民党的党纲里面有写这5权宪法嘛？那民进党过去主张3权宪法，但是蒋万安讲废监院不谈考试院，变4权宪法。我在学理上也没看过有哪一个学者主张4权宪法的、所以蒋万安那个废监院哦，大概就跟他以前曾经喊过倒阁一样啦，空的啦。就是我抛出一个东西，让大家目光往那去的时候，市政缺失就隐形了。市政缺失问题不会再讨论了，所以他那个只是要控球主控权的这个问题。那反过来说，对于绿营，对于沈伯洋这边，你面临到蒋万安自认他领先，他把球这样控的时候，你当然要注意到说，你的主将要怎么样去调节，还有你的整个团体战当中，什么时候可以把节奏拉到己方这边来，不然时间1分1秒流逝去笑英伟其实没有用，因为英伟没有要选，要选的是蒋万安，那他持续在做包装的时候，你还是要从能够抓到他的市政痛点下手。来，林涛，蓝营3大战神林涛、英伟、徐小新，你自己看大家怎么样去评估？包括你们老板在，包括英伟这件事情对蒋万安市长他的正向负向，他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刚才大家是把双北都已经摆进来，照理来说，蒋万安应该要扮演的角色，蓝营一定是希望除了在台北要大赢，然后外溢到其他地方。然后胜过好，你说个人来讲，对蒋万安未来有没有能够培养未来的野望？但是好歹这对整体国民党是这样。可是现在某种程度你会发现，绿营一直不断的告诉你说，沈伯洋是不是已经要听到他的脚步声？他现在已经是打得有声有色，或者是这个样子。对你们来说，未来这些情形，刚才连新北，万一，如果新北有什么闪失，对整个国民党来讲一定大伤吧？对，基本上，武哥，你知道从这个过去民进党从大罢免走到现在，他们都会觉得他们是赢麻的状况，也会觉得他们的民调大幅领先。但是我们戒慎恐惧啊，所以我们其实你知道，我们面对年底的选战是北北基桃联合战线，开始把这些各个城市的不管是立委或是议员，我们过去大家一起战斗的力量先打出来。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那是一个月一个月升温的。那回过头来看，到底是英业达还是英伟达？其实我觉得民进党很奇怪。因为也是民进党议员拱出来的、在台北市议会拱出来的、你要说是他自己请缨上阵，没错，他姓英，所以请缨上阵。那英伟就起来，然后大家就来做一个攻防。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对于蒋万安是加分，还是说在整体的部分是一个这个防火墙？我认为以目前来看起来沈伯洋包括他的团队。包括吴沛忆台北市的主委，包括这些民进党议员是集体焦虑。为什么？因为一直他们想要对的是蒋万安呐，怎么你们派出每天都是英伟呢？所以你自己去看一个，就是说沈伯洋他曾经在他论述上有2个层次的变化。他前面先讲说，你看你这个我们台北就是要无限城，你不能只有双城论坛，我要跟东京、巴黎、纽约一起签，结果你知道蒋万安现在去哪里？你知道吗？新加坡跟黄循财握手，大家可以看到总理跟黄循财握手，而且得到李光耀城市奖。你知道沈伯洋讲什么？他说：为什么你都要在国际场合？你要谈一些市政议题啊，你要谈老鼠啊，你要谈这些地方的这些我们讲到的密室逃脱、无烟城市。对，无烟城，你知道吗？他其实就是不管。国际跟地方议题，他去想要蒋万安，那蒋万安就是好好做他的市政，领他的国际的奖项，把台北市的免费的营养午餐，把生生有鲜奶，把很多的政策告诉亚洲的这些政府，包括张善政也在同场讲可负担住宅。我觉得这就是蓝营的胜选方程式啊。所以你回头看一下李世川，刚才武哥提到第2个问题，李世川现在的打法，他当然是有一点点温。他的个性当然有一点点不是表演的力道的人，可是呢，当蒋万安他提了免费营养午餐、点点无烟室，然后张善政开始提可负担住宅政策的时候，你觉得到最后北北基桃不会成为一个 mega city 的联合战线吗？他当然会。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我也等一下要打给英伟啦。就从新加坡回来继续加油，英伟达好不好？多打一点，让所有的市长可以做好的事情，做好的政策。其实年底就是一个统一的战线。医生，为什么刚刚讲生生有牛奶，你在那边突然噗嗤一笑？
然后你有集体焦虑吗？没有啊，生生有鲜奶是蒋万安最重要的一个政策。那除了这个最重要的政策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还是生生有鲜奶。他问他什么问题都生生有鲜奶嘛。蒋万安这张牌啊，已经被沈伯洋绑在台北市啊，这是这个阶段，而双北就最明显嘛。我刚才为什么说郑丽文如果新北输，当然是蒋万安问题啊，而且韩国瑜你还要负担一半呢，他当过高雄市的副市长嘛，所以啊，郑丽文来讲，新北输算你蒋万安的，韩国瑜算你一半，彰化输算你卢秀燕的，四大天王啊，一次干掉3个，我郑丽文还是党主席啊。我已经成功见到习近平，握到他像云朵一般温暖的手，我的成绩已经达到了，是你们都不找我去辅选，是你们的问题，选输是你们问题呀，我只攻2028年就好啊。但是讲完有没有人期待他选2028？有嘛？为什么监察委员的议题，包括我们钟小平拿60%以上就可以选总统了？事实上，国民党现在有一个焦虑感，这个焦虑感来自于郑丽文真的有可能选总统，所以开始在拱蒋万安嘛，开始在拱韩国瑜嘛。问题就是这一场2026年的选战结束之后，党内在清算成绩的时候，郑丽文还真的是不沾锅他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韩国瑜，推给蒋万安，推给你李四川的侯友宜，他有什么责任？剩下的2028不就是我郑丽文出来选吗？所以现在连蒋万安，今天钟小平也说我们要保护好蒋万安呐，他要选也是2032、2036啊，不可能是2028。又说回来了，那说回来就会像苗博一样，在市政议题里面去混时间嘛，而混时间。蒋万安你在混你叫打混，那李四川就得躺平。为什么？李四川躺平叫做李四三因为川躺平变3。李四川为什么躺平？他要靠的就是蒋万安给他灌注起来、拉抬起来嘛。因为现在台北市、新北市是2双城的战争，新北市现在打成 PK 盘，如果没有一个热情，我们都知道苏巧慧跑行程的时候那个热情出来啊，为什么在这个我们正传媒的民调里面有显现出绿营的关注度、选战关注度高达7成到8成，而蓝营只有6成，国民党的支持度在新北甚至只低到16%，就是因为郑丽文的因素啊，郑丽文的因素让国民党的支持者耻于说他是国民党党员，他没有办法在选战剩下这5个月的时间，不断的去拉中间选民票，在一个 PK 盘里面，如果最后票吹不出来，就是谁的票吹得高，那个人就会赢，而新北市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就话回应而已。基本上其实蒋万安没有被沈伯洋锁在台北，你看到他到云林，到南投，到宜兰，哇，那个热情。然后云林的乡亲真的，你知道为什么？然后南投的这些大家都想跟他合照。我跟你讲，他的整个的竞选的能量已经万亿了。那当然大家会对他有想象力嘛。第二个我必须讲其实蒋万安在这个李光城市讲清楚，他不是只有生生有鲜奶。你说真的，为什么讲英伟达？因为英伟达就是 NVIDIA 嘛，NVIDIA 在北思科不是已经设立，然后我们接下来发展 AI 的产业廊道吗？每一个都是蒋万安的政绩因为英伟达就是 NVIDIA 嘛，NVIDIA 在北思科不是已经设立，然后我们接下来发展 AI 的产业廊道吗？每一个都是蒋万安的政绩来，建议来集体焦虑的有吗？没有了。我看媒体上面对绿营来讲，胜货评估7、8月很重要。在7、8月，你们自己觉得苏巧慧是不是能够黄金交叉，然后那个沈伯洋的那个民调会拉到可见的范围里面，然后胜货在未来再动能再往上一些，就要往上攀，胜货能超越。7、8月对你们来说这么重要？其实7、8月重不重要的前提，我先来讲。以到刚才那个我们国民党的林涛有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慌了集体焦虑。为什么英委会浮上台面？那就是第一个前提。是因为英委写东西让蒋万安打，是把整个事情炸锅。但这个前提的内容，为什么蒋万安一直不愿意打，不会打？我们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所谓的无烟城市、老鼠、密室逃脱等等问题，他没办法回答。原因是什么？是蒋万安真的肚子没有东西那他没有办法回答。后来抛出了一个监察院的问题。
再加上英伟这么强势的回答，可能你年轻啊，在我当议员的第一届，没有你年轻，因为我们那个记录2006年当议员的时候，那个时候郝龙斌刚担任台北市长，我也是刚当市议员，他第一个时间他也担心他承受不了台北市议会的压力。所以他找了一个局长，劳动局的局长叫做苏银贵。苏银贵在议会上面，反正就是蒋万安叫他，你就写毛笔字；人家在质询，你就写毛笔字。那议员问你的时候，你就应回去。那时候才刚始有所谓的反质询出来，那个郝龙斌才度过了第一会期、第二会期，然后苏银贵当了3年的劳动局长，是这样转移焦点。那今天讲到这个英伟的这个转移焦点。那其实很清楚啊，他如果不这样子，蒋万安就要面对第一线了。那你说我们现在蒋万安，你觉得蒋万安会怕面对第一线吗？我个人认为会，因为他真的肚子没有东西，他真的不愿意装东西。那你说很多事情，你只要问他，他没办法回答。那你讲到今天，英伟为什么到现在今天 PO 了什么？他跟新加坡的总理握手、双手等等的问题，这个是行销。这个行销又卡到什么问题？卡到蒋万安，他现在在被国民党某些人在造神了。为什么造神？就讲到他们4个巨头要争2028的事情。造神，你们记不记得？造神的情况就是马英九，你们大家有印象？等到他当了8年的总统，经济成长率在保1耶，那个就是造神的情况下。现在情况，国民党已经没有台面上2028可战的人，大家都在角力的同时，所以美国现在，当时你记不记得2019韩国一进国台办的时候，出来是被骂的要死。当高雄市长进国台办出来被骂的要死，后来呢，他到美国去那么亲热，是被中国讨厌的要死。所以现在韩国瑜是美国有在用这个做恐怖平衡。但是如果说以蒋万安来讲，蒋万安现在是你们在拱他造神的问题。我告诉林涛一件事情：前人种树，后人纳凉乘凉，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但是如果一个城市发展韧性，它是接力棒今天去到那边新中3线型公园，参与式预算131的捷运 U-Bike， 垃圾不落地，垃圾不落地是在陈水扁当市长的时候。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现在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一个颁奖获奖。我说真的啦，我与其说他获奖，应该是他要感恩前任历任的市长，去讲到班班有生奶。班班有生奶是中央的政策，应该是生生有生奶，有鲜奶才是你的政策。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样的问题，你连握手都可以拿出来做新闻，代表蒋万安慌不慌？好，你讲到7、8月的问题，我告诉大家，民主进步党提沈伯洋不到1个月，差不多1个月时间。打的国民党说真的啦，刚开始不是还是笑我们说，哎呦谢谢你们提呀，提了沈伯洋我们就保送了啊，哇沈伯洋好强啊，那种反讽的。那现在你看国民党哪一个人出来讲？讲看看嘛。沈伯洋这段时间出来的东西，我说真的，蒋万安的一个市府团队杂乱无章，整个军心都乱掉了。OK。那第二个就是7、8月，其实民调是慢慢稳定上涨。如果继续走下去，蒋万安不见得赢。你说他有没有绑在台北市？蒋万安没有绑吗？蒋万安如果不避战，他不怕沈伯洋，他干嘛提英伟出来啊？这才是一个逻辑。对啦，蒋万安绑啦，赢麻了，好不好？那个沈伯洋赢麻了。我是讲说沈伯洋赢麻了。谢谢那个建议哥说我们是年轻世代，就是以年轻世代，现在我们已经是2个孩子了吧？但是我觉得以年轻世代看到这样的画面，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台北市希望有的领袖的感觉。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李光耀这个城市奖，他是城市奖里面的诺贝尔，他不是我们要做行销就可以的，他颁这个奖是很严格的。然后你有去看蒋万安他对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谢谢台北市民，谢谢所有不分党派历任的市长来成就台北市的建设，这就是大气嘛。
这就是刚才建哥讲，本来市政是一步接一步的嘛。第二个，我也觉得建哥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沈伯洋没有形成了，所以要把他拉到那个信义县的这个东岩一站，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消防旅勘是要交通部最后核定，民进党打太早了，因为他还在核定当中，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这个沈伯洋真的很想来讨论蒋万，其实李光耀陈市长的内容你可以参考。其实我应该是讲说林涛，你对信义捷运线不懂哦，超懂的。那你懂，我不知道你懂得所谓的公安的问题，初勘跟旅勘的问题。初勘是台北市政府。那为什么台北市政府要将12次有问题的？把它改成0次呢？我们希望赶快加速，然后呢，同时在转移焦点，我是觉得交通部来做我是台北市议员，这个议题是我打的。你是台北市议员，但是所有台湾人都关心台北北北基桃的捷运路网，12次的问题提到来台北市议会所知的时候变成0次。同一个检举啊！现在的消防还在进行，交通部还要履勘，不要偷鸡不着蚀把米。没关系，这个议题可能到后面的时候，一定大家还会再就那个市政啊所有东西来讨论。来，上高，最后来看目前盘点，对国民党来讲，第一个年底2026，你自己盘点，因为我们会拿跟2022比嘛，对不对？好，除了这个盘点以外，刚讲到的国民党4大天王里面，各自在这一次2026里面。会有什么样一些负担，或者有什么样一些的优势？尤其像蒋万，毕竟是台北市长要连任，郑丽文是主席，对他们来讲的话，未来会怎么看自己？当然，第一件事情，新北是这一场选举里面的重中之重李四川是辞了台北市副市长下来选，好。第二个，他曾经是韩国瑜的副市长，是。第三个，他是郑丽文所属党中央的征召人选，征召人选。那你从这边看的话，当然他的胜负里面这3个人大概都共者，但是不管怎么说，当然是郑丽文副手者，他是党主席嘛，好，党主席嘛。国民党如果万一新北有闪失，国民党会有逼宫吗？我觉得不一定是新北有闪失才会逼宫。国民党如果万一新北有闪失，国民党会有逼宫吗？我觉得不一定是新北有闪失才会逼宫。好，彰化也有可能。很简单一件事，大家如何看待郑丽文？其实最简单一件事，如果你看待郑丽文正在一步一步利用党权走向要争取代表国民党竞选2028的时候，我只最简单的问一件事：那些连任的区域立委会作何感想？回想一下当初的洪秀柱，回想当初的换柱那一次，每一个人都说我不选。不要忘记哦，彰化被提名考虑在外的谢依凤，记得他妈妈是不是当初就说我不要选？记不记得选这个现在要选云林县县长的张家俊？记不记得当初退选了？协调了半天，变成他弟弟去选什么什么的，不要忘记哦。你想一下，连任立委要去选连任立委的恐惧，那再说这些连任立委，你往地方上走的时候，有没有拍戏？有嘛？很多人都有拍戏嘛。当大家觉得郑丽文是真的可能要选2028的话，我跟你讲，彰化宜兰输了就逼宫了，我怎么可能让你选2028啊？我还等你新北嘞，我就得逼宫了。我还跟你开玩笑，那我万一好，大家说万一新北守住了啊，彰化宜兰没关系啊，让他继续选2028。你以为这些立委很笨吗？因为那是跟自己的未来有关系。当然，我就说一句话，现在立委，县市长的事我不用我选了，所以你就看到县市长，
晚一点我连任了，我越晚提名越好。不是说明天最快，当然都是最快。说明天是不是可能就把6个连任连蒋万安那些都提了？明天还不至于吧？因为明天是郑丽文要宣扬攻击的时候。哎，你看，郑丽文他那个他今天他安排了中常会前的35分钟开中案记者会啊，然后接下来开中常会啊，来厉害啊，就。我只开35分钟中外记者会，接下来我要开中常会了，我要先跑了，记者问题不要太多，点几个人问一问就可以走了，避免难堪嘛。好，然后你就说，你这样看来，所以明天应该不会。好，我觉得应该明天不会了。OK， 那个你再看韩国瑜跟这一些人，你说真的会让这个郑丽文吗？当初换柱是不是一个高层运作的共识？朱立伦要换不换？当时的党主席吴敦义要不要换？马英九要不要换？全部人的共识这样下去，一开始换柱传出换柱的声音，是因为总统大选不会赢，后面换柱是因为立委会很惨。立委不知道吗？所以我说。大家都在说新北，我说没有。2026完的时候，大家看的一件事情是，郑丽文会不会选2028？越来越像选2028，追究责任的声音会越来越大。OK， 那接下来大家就要看，那这一局到底在2026是不是就会定了2028的这一局？但是，因为毕竟蓝白合看起来就是一个主轴。那白银最近当然你说有一些某种程度的一些状况，奕善，请问一下。柯文哲前主席他形容那叫新陈代谢，反正28天会有一次皮肤会有一次新陈代谢。然后他说，反正那个他们就这跟新陈代谢一样，这个代谢是成功的吗？不是。28天换一次，皮肤是越换越白啊，被我们晒黑了。第一天、第二天就马上换了啊，开玩笑。阳光就现在又太阳大的时候，我们换皮肤是会越换越白。它是越换越黑啊，把白色的换成黑色啊。他在云林讲这些话的原因，是因为当初云林有。将近100位的退党嘛，就是前这个党部主委因为他要选议员他要选议员，你应该是让他是从创党以来就帮忙经营这个云林的选区而且他在林内那边其实有一定程度的，他也是所谓的政治世家嘛，传下来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他要选议员应该就礼让他，没有。现在因为要蓝白合的关系，黄国昌不止礼让母鸡，连小鸡都礼让所以他们让一个叫做王佑民议员的儿子叫王俊义，让他去说你跟这个党部主委来做这个党内初选嘛，让这个党部主委非常不爽。而这个王俊义的爸爸王佑民，因为什么案子不能选，所以要让他儿子选。就是黄国昌，你每天在讲绿能你不能的光电弊案，他被判了9年6个月嘛，所以他不能选，让给他的儿子选。结果民众党你还让他这个儿子出来选，那你黄国昌当初的标准是什么？不是说不能有光电弊案吗？结果你还提名一个有光电弊案的儿子下来选嘛，让这个云林党部主委非常的不爽嘛。除了这件事情以外，现在的党部主委叫蔡春丑，现在不分区立委，而蔡春丑就是所谓的北港朝天宫蔡永德的姐姐，而蔡永德的儿子在我们云林号称叫北港皇太子，就是找人去打所谓的曾蔡美左的那个小弟嘛。这些人现在变成全部都是民众党在云林的主要支持者，所以你看这个他们办这个座谈会空空荡荡的，没人就算了，还很多，你看就知道阿迪我现在慢慢知道，民众党他们修柯文哲条款不是为了柯文哲，柯文哲说我已经被侦查过了，我已经被羁押过了，所以不是为了我修的，为谁修的？为这些人修的这些刑事诉讼法未来都有可能侦办到的小弟们嘛。如果你在侦查的阶段可以打电话给对我这么去用抓就去用查你紧走。金酸小弟来帮你扛嘛，所以现在整个民众党如果像柯文哲讲的换皮肤的理论，他们现在不是越换越白，而是越换越黑。林涛，现在这些状况对蓝白合你自己评估会有什么影响？尤其大家现在再看几个地方，竹北应该是
全台湾大家在考虑县市首长以外会被拉出来的一个地区的首长，因为竹北基本上大概就是新竹最重要的一个城镇，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你们未来蓝白合，尤其像竹北，现在大家又在讨论竹北要不要蓝白合，会怎么样？我觉得2个部分哦，其实你看一下，其实县市的蓝白合，像是宜兰，就其实我看我每次遇到王慧姐，她说啊嘿，我帮那个吴宗宪也跑了很多的行程，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态嘛。新北也是很好的样态，那竹北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台湾民众党自己推出人，可是国民党也在4个议员里面也找出了一位在民调上比较高的，那我觉得很简单，为什么？就启动2党的机制，看谁民调高谁就选嘛，没有什么谁让不让的问题，因为这个机制已经运行了好几个县市，嘉义市也是现在是张启凯委员选，那也很好，我们已经全党来帮他，所以我觉得竹北用这个共识。第2个我要回应一点点就是现在在讲说台湾民众党是不是新陈代谢，我只有一个想法，其实也是很多小草的心声就是有一些新陈代谢，可是最该被新陈代谢的某一些黑点，怎么永远都在卡在那啊？譬如说。立法院党团的某一些人，就说你可以，陈志汉，我帮你直接讲，我没有点任何人，我只是说，你不是跟他翻页了吗？没有一些人他卡在那边，然后一直在清算，或是说有一些把一些，其实我很心疼有一些台湾民众党的年轻人卡在那边的意思去选，然后呢，他其实党庄也没给他澳元，有些还会被踩一脚。其实我很心疼有一些台湾民众党的年轻人卡在那边的意思去选，然后呢，他其实党庄也没给他澳元，有些还会被踩一脚，那是不是背后有一些人在操作？我真的觉得很保留。对，而现在看起来，阿淼你自己觉得黄国昌，因为毕竟他现在是党主席啊。那当然，你说有人像前几天讲说那个黄珊的前助理是不是讲说啊，那个你们有没有跟翁朝文委员在谈那个什么侨法案啦，所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对不管民众党对黄国昌有影响吗？其实我觉得黄国昌跟柯文哲有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成也一张嘴，败也一张嘴啦。真的啦，他们在政坛的崛起，就是因为他们嘴人，很多人听了觉得很高兴嘛。这真的是靠着他们锋利的言语这样子上来的。那现在走下坡的柯文哲，刚刚前面大家在讨论说什么皮肤新陈代谢这个，我就问啦。你这样子讲，不就等同于把退党的那个白人党员比喻成皮屑吗？头皮屑、皮肤屑这种东西，哇，那人家退党本来还觉得说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听到你公开讲说啊，原来我是这个皮肤屑，是不是？你看他内心对你的这个不满啊，有朝一日一定也都会爆发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黄国昌其实他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他从政坛的这个有人说他是变色龙啦，只能说他在很多议题的立场上都180度大转弯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有的时候心里有不满，也都隐忍了，但是没事去出一本什么《向光前行》，然后里面哇，整本书只有他一个是好人，其他登场都坏人，结果就激的，本来想说隐忍的这些人，纷纷开始写东西驳斥他嘛。出了一本书之后，驳斥他的也快要累积成另外一本书，对不对？那包括的有一些网友，现在他出来，他开始讲什么？我以前是时代力量的党工，我看了时代力量以前有个党工，他就分享说这个洪慈庸的事情，当时他在时代力量只是个小党工，都有耳闻，他不相信黄国昌当时是党主席，又是党团总召，竟然不知道洪慈庸的身体状况，对不对？然后呢，包括疑似是黄珊珊的助理，也在网络上开始写之前国会扩权的时候连委员，他讲的委员应该就是黄珊珊啦，连黄珊珊都是到最后一刻才知道条文，都开始写这些东西耶。你看，你如果不出那本什么《向光前行》，他们都不会出来写。现在他出来之后，哇，黄国昌真的是败也一张嘴。人家说好像黄珊珊的前助理说你这样子当初条文大家都没有沟通过，你怎么看？黄国昌的回复竟然是据我所知，那个人好像是民进党过来的。你如果针对人家的指控好好的回应，搞不好人家还觉得说黄国昌回应我了，看起来也有诚意，那就算了。可是你今天马上起手式就把那贴个标签说这民进党这绿的，那人家当然是更忍不住啊。
所以又有网友把这个过去影像翻出来，国会扩权2024 5月16，在要进场前一天的时候，有人访问这个黄国昌，黄国昌说不好意思，条文是最高机密，就有人翻出这个档案去印证说，那个助理讲的是对的啊。你以前在提条文前一天都还说最高机密啊，人家哪有讲错？你说他是民进党来的要干嘛？而且不好意思其实这个访问当时采访他的人就是黄光芹。那会不会有人又拿这个去问光芹姐说，那个条文到底是怎样？那光芹姐搞不好又再写一篇啊，第7%、第8%都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白色它是网络声量有点成瘾啦。过去在网络声量上吃了很多甜头嘛，靠着网络哇，选总统有300万票啊，不分区有8席这样，可是也造就了他这一张嘴，觉得自己很犀利，然后很多的这个白营的粉丝听了都觉得很高兴的话，柯昌这2个人一直讲，反而偏离了一般正常为人处事的道理，这也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领导危机。这可是有一些事情那尤其在立法院修法。因人设事是大家最常讨论，而且大家最批评最多的一些，你不能够因为某些人去做这些。好，包括最近大家讲，好，你说柯文哲条款、高虹安条款，类似这些，但你会发现黄国昌有跟你讲，什么叫高虹安条款？那个是你们根本做这些喊抓罪，哪有这样？你们不要把东西欧龙谁都变成这个样，你们会怎么看？其实黄国昌跟柯文哲，尤其现在是黄国昌当道了，他所讲的话常常也都是难自圆其说。你说都是民进党，他说那是民进党过去的。那我换个角度，周瑜修不是吗？那我合理怀疑你所有的秘密或者你们党中央所有的内线丢出来的都是周瑜修吗？你为什么不讲是因为是民进党的问题呢？那郑丽文也是民进党出来的。是啊，那现在说真的，现在又在讲说赖清德出来辩论，我是干嘛黄国昌？我觉得讨论他可以从一个角度看，什么角度看？好像全国民众党的议员候选人很少人要跟他跟柯文哲挂看板，这个好像看起来他们没有选票的一个票房。黄国昌，你们这身为一个党主席，你党内的问题、云林的问题处理不好，彰化的问题哪有自己民众党的地方主委叫我们民众党的人不要选，民调高的人不要选，去支持国民党？像这种问题是层出不穷，包含这一次的竹北的问题。竹北我只能说一句话。邱成远，你在急什么？高虹安不一定能选你应该留在新竹市都还有机会。第二个人选绝对是你，绝对不会是别人柯美兰的蛋，柯文哲一妹妹柯美兰。所以整个民众党上至党主席，下至党员，甚至于现在集体退党潮，讲成是换皮肤的问题，我只能说人家好歹曾经也缴过党费嘛。那你不尊重这些党员，那你要党员如何尊重你？那当然，彰化以南感觉起来他们本来就放生了，所以黄国昌的人设包含他的讲话前后不一，我是干嘛习以为常啦。习以为常了。上公，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你刚刚前面我们在讨论那个，还记得乐山雷达啦，然后有老外，就是上次小英总那张照片，这2天媒体上报道，美军是有进驻我们的军情局。军情局跟一般单位又不一样对，是真有其事吗？甚或讲说什么阳明山的一些监听站啊，什么代号这些都出来了。我觉得一件事就是说，在军情局里面会看到外国人很压抑嘛，就是说他是偶尔出现还是常驻在那边的问题因为军情局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单位军情局非常敏感。您当初就讲到说，是不是因为这件事，这个地方，在阳明山青山路上，这在军情局里面的代号叫做青山营区。青山营区。好，那有人称它为青山庄。好，它原本是什么？它原本是美国我们在断交前
它有3个的电讯基地，一个在垦丁，一个在林口，一个在阳明山，那垦丁林口断交以后，垦丁林口就是国防部的电讯发展室接收，那留下了一个阳明山的金山园区这一边，谁接收？是军事情报局接收的，军情局接收，军情局接收以后，把这个营区里面告诉你说，这是我通讯处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名义啦，就是要把这一个管制区域里面告诉你说我是军情局的啊，其实它就是我们的国军跟美国安全局合作的东西。OK， 它里面就有什么高敏感度的卫星接收天线啊等等的一些地方，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现阶段所做的加强监控。加上香港被中国拿走了以后，它的据点在最临近的地方要往后退的时候，就来到了台湾，其实它这一个共用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它是台美合作的一个地方。有时候我们另外的单位，比如说关机电讯啊等等啊，电视发展局，他接到的东西上面说好送去梅园，就送到这边的时候。意思就是不是给军情局知道，送到梅园的意思就是给美国知道。OK， 给美国知道，他就是负责在中国东南海沿岸啊、南海的一些电子讯号的截听设备啊。当然你说有没有美军进入我们的军情局？然后刚才上公所长念，国防部有一个回应，就是这一切都是臆测报道。OK， 那是确有其事，确有一些的合作，还是臆测报道？那大家可以每个人心中自有一把尺。OK， 在未来来讲的话，明天国民党中常会。郑润主席前面的那个中外记者会会讲一些什么样一些的内容？那对国内政坛又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